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该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其实超级强大的概念，叫做不满意。你可能会想，不满意不是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吗？但我要跟你说，从艺术的创新到人类的太空探索，所有最伟大的进步，其实都源自于对现状的那么一点不满意。那当今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毫无疑问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深入的拆解一下，这种力量是怎么样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的未来。好，我们就从头说起。好的，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一步一步的拆解。首先，我们会从一个比较哲学的层面来聊聊，为什么说不满意才是一切进步的起点。接着，我们会马上跳到一场非常残酷的太空对决，让你看看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差异。第3部分，当然我们要来深入解析一下马斯克那个听起来很疯狂的火星大梦背后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们会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你成功解决了旧问题，又会衍生出哪些新的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把这个思维模式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看看可以怎么应用。好，我们马上开始第1部分。第1部分，不满意进步的起点。为什么说安于现状其实就是创新最大的敌人呢？在我们深入之前，我想先问问荧幕前的你一个问题：你对现状真的打从心底满意吗？你看看你的周遭，看看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还过得去，岁月静好，没什么需要特别改变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说真的，你可能就失去了改变这个社会，甚至改变你自己人生最大的那个机会点。台湾大学的孙维新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他说，只有当你看到了生活中的不满意，这个社会才会因为你的不满意而进步。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基石。这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整天抱怨东抱怨西，不是的，而是要你培养一种更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那些这里好像可以更好的地方。这种我们称为建设性的不满意，才是所有创新的真正引擎。我们来看一个跟科技完全无关，但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荷兰有一间国家博物馆，他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好，10年过去了，终于要重新开幕了。问题来了，该怎么宣传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而且留下超级深刻的印象？如果只是买电视广告，在网络上发新闻稿，那也太无聊了吧，对吧？这就是一种不满意，他们不满意那种传统到不行的宣传方式。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堪称天才的创意。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正在一个购物中心悠闲地逛街，突然间商场的警铃大作，一群穿着17世纪盔甲拿着长枪的卫兵从4面8方冲出来，在你面前活生生的动态地重现了林布兰的旷世巨作《野寻》。那种震撼感，那种冲击力，绝对比你看100次广告都还要强烈。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示范，因为你对无聊的现状感到不满意，所以你才会去逼自己想出一个真正能够撼动人心，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创意。好的，那讲完艺术，我们把场景拉到一个竞争最激烈、风险最高、最烧钱的领域——太空探索。接下来这场对决可以说是完美地展示了2种天差地别的思维模式会带来多么悬殊的结果。这就是波音的星际航线对决 SpaceX 的飞龙号。在看这场对决之前，我们先来正式的定义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概念——建设性的不满意。
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他看待任何现有的系统，不管是产品、是服务，还是一个流程，他都不会把它当成最终版本，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彻底改进的起点。他会去挑战那种这样够用了啦，这样就可以了的心态，而且会永不停止的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我再强调一次哦，这不是单纯的抱怨，那种只会出一张嘴说这个好烂，那个不行，却提不出任何想法的，那个叫酸民，不叫创新。我们这里说的是一种看到问题，然后会卷起袖子，动手打造出更好东西的强大驱动力。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它完美体现了我们前面说的所有理论。我们来看这个残酷的对比，左边是传统的航太巨头波音公司，他们花了10年，烧了大钱，开发出他们的 Starliner 太空船。去年6月，他们终于把2位太空人送上国际太空站。原本的计划只是一趟8天的短期任务，主要目的就是要验证一下太空船的性能。结果呢，这趟任务从8天变成了整整9个月。过程中，不管是飞行还是跟太空站对接，都出现了一大堆技术问题。到最后，连 NASA 都不敢让这2位太空人搭同一艘船回来，认为风险实在太高。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2位太空人就这样被困在太空站上，那最后是谁去把他们平安接回来的？没错，就是右边，马斯克的 SpaceX。SpaceX 的飞龙号不只是稳定可靠的运送太空人往返，更重要的是它的可回收设计是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产业的成本结构。这根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安于现状的巨人对上一个极度不满的颠覆者。波音代表的是传统，是惯性，是大公司的通病，而 SpaceX 代表的就是源自于对旧有模式的根本不满，进而推动的破坏式创新。既然我们提到了 SpaceX， 那当然就要来深入拆解一下创办人马斯克。他可以说是建设性不满意这个概念的终极化身。我们就来看看他那个听起来很疯狂的火星大梦背后的经济学和胆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为殖民火星定下的这个超狂时间表。现在他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完善那艘可以完全回收的星舰火箭。它的目标是在2026年，你没听错，就是后年，就要发射一艘无人星舰到火星，上面还会带着一个人形机器人 Optimus。如果这一步顺利，2029年他就要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而他的最终愿景是在2050年，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多达8万人的殖民地。你看这个时间表有多么的野心勃勃，这完全打乱了所有传统航太机构那种慢吞吞的步调。也正是这种不满于现状龟速的形态，才迫使整个产业不得不加速前进。那马斯克的核心不满到底是什么？这句话可以完美总结。他说，传统的火箭发射就像是你每天开一台全新的宾士去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就把这台车直接开去报废扔掉。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对吧？但这就是过去整整60年来整个航太产业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字，你就知道这有多夸张。以 SpaceX 最主力也最成熟的猎鹰9号火箭为例，它的第一节，也就是最贵最主要的那一部分，成本大概是$2000万。但是装在里面的那些燃料成本多少钱？大概$20万。你看这个差距哦，硬体占了总成本的99% 以上，但每一次用完就直接丢到太平洋里。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的产业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浪费。马斯克看到的就是这种极度的不效率，他对此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也就是火箭回收再利用。其实并不是什么外星黑科技，它就是一个源自于最根本的商业逻辑上的不满意。他要解决的就是那个把宾士当成一次性免洗餐具的荒谬问题。马斯克的这种不满意，不仅展现在技术上，也展现在他的行销创意上。这点真的太酷了。2018年，他的重型猎鹰火箭要进行第一次试飞，
当时连马斯克自己都说，这次发射大概有50% 的几率会炸成一团美丽的火球，所以他当然不打算带散任何客户的贵重卫星。但空着送上去又太无聊了，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于是他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他把自己的那台樱桃红色的特斯拉跑车给放了进去。驾驶座上还放了一个穿着太空衣的假人，取名叫 Starman。车上的音响还设定成循环播放大卫鲍伊的经典名曲 Space Oddity。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台红色跑车在漆黑的宇宙中，以我们美丽的蓝色地球为背景，静静地飘向火星，车里还放着摇滚乐。这简直是人类史上最酷的公路旅行。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展示，更是一场天才等级的行销。它完美地展现了一个不满于传统、不甘于无聊的创造性脑袋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过，重点来了，事情总有另一面，进步从来都不是干净无瑕的。SpaceX 的成功虽然解决了旧时代的问题，但它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太空时代，并且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现在也成了新一代科学家们不满意的新对象。随着发射成本大幅降低，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把成千上万颗卫星送上太空，那结果是什么？就是地球周围的轨道上太空垃圾的数量呈现指数级的增长。从这张图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问题在近10年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们的低地轨道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垃圾场。我们来细看一下这些新问题有多严重。首先是太空垃圾，这些碎片是以时速28000公里的速度在飞行的，这大概是步枪子弹速度的25倍。你想象一下，一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碎片撞到太空站，那个威力就跟一颗炮弹一样，是灾难性的。再来，火箭发射本身会向上层大气排放污染物，而这些卫星、火箭残骸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金属外壳会燃烧成奈米等级的氧化铝颗粒。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些颗粒会严重破坏保护我们的臭氧层。最后，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伦理问题。从那台在太空漂流的特斯拉跑车开始，我们人类真的有权利把我们在地球上的坏习惯，也就是制造、使用，然后随意丢弃，带到整个太阳系吗？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开始思考的问题。不过你看，这就是最酷的地方。每一个不满意的出现，都会激发出我希望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生生不息的创新过程。比方说，针对金属卫星重返大气层会产生污染的问题，新的不满意就出现了，一定有更干净的方法吧？于是，日本的科学家就提出了我希望的方案：我们来用木头制造卫星。因为木质卫星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会完全燃烧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对环境友善多了。同样地，针对火箭发射本身就会污染大气的问题，科学家提出了更大胆的我希望：我们来建造一座太空电梯，用一种比钢铁强韧100倍的碳纳米管缆线，直接从地面盖到外太空，以后把货物送上太空，就跟我们搭电梯上楼一样，完全不需要火箭。这听起来很科幻，对吧？但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现在真的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你看，这个从不满意到我希望的循环，就是推动我们科技文明进步最根本也最核心的动力。好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宏大的太空主题拉回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讲了这么多，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怎么把这种创新者的思维模式应用到我们周遭的世界呢？重点来了，孙维新教授举了几个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比方说，你是不是很不满意高铁为了让少数几个乘客在小站下车，导致整列车都要减速再加速，浪费了车上几百个人的时间？这就是一个不满意。那我希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也许是可以分离的车厢啊，快到站的时候，最后一节车厢自动脱离，自己减速进站，而主列车继续全速前进。再比如，我们好像都默默接受了地震的时候天花板可能会掉下来，砸到人，造成2次伤害。
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设计一个在地震时绝对不会掉落的天花板系统呢？我们甚至把每天都在发生的交通事故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很正常。但如果未来所有的汽车都能够互相通讯，自动协调速度和路线，那十字路口的碰撞是不是就有可能完全消失？你看，这些点子听起来可能有点天马行空，但他们的起点都只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小事多问了一句：难道不能更好吗？这句话真的非常发人深省。他说，30年后的人们回头看我们这一代，会说我们是野蛮人，因为我们竟然能够容许人们在马路上因为交通意外而死掉。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点麻木的交通意外，在未来的人眼中，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看古时候的人决斗一样，觉得既野蛮又不可思议。而能够推动这种转变的，正是那些对现状感到强烈不满意，并且努力寻求改变的人。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一个哲学概念不满意出发，看到了它如何体现在艺术创意、商业竞争，甚至是人类最尖端的太空探索上。从荷兰博物馆的快闪活动，到 SpaceX 对传统航太产业的颠覆，再到对太空垃圾这个新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进步永远始于对现状的不满。它不是负面的抱怨，而是一种你看见更好可能性的驱动力。所以在今天这场深度剖析之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在你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中，有哪些事情是你打从心底觉得，一定有更好的方法的？找到它，去思考它，也许那就是你改变世界的第一步。记住，未来不是被预测的，而是被创造的，而创造的起点永远是那一句“我不满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